大家好，欢迎来到面具人频道，我是 Sandra。就在几天前呢，8月2号的凌晨，跨链桥被盗，又在添上了一笔惨案。这次被盗的呢是名为 Nomad 的跨链桥。其实光是今年跨链协议遭害的案件呢就不少了，像是在今年3月底。Ronian 的跨链桥被北韩的骇客集团拉萨路盗走价值约6亿美元的加密货币，以及今年的6月，公链 Harmony 与以太坊之间的跨链桥 Horizon， 同样的呢也是遭到骇客攻击，损失将近1亿美元。而这次的主角呢，则是 Nomad。它是在今年才推出的新的跨链桥，它主要是 EVMOS 和 Moonbeam 区块链的主要跨链桥。但它同样的在以太坊以及 Avalanche 上面呢占有一席之地。那根据官方的资料显示Nomad 是安全优先的跨链通信传递协议，它使用的是欺诈证明来中继数据的跨链。那它的目标则是提供结缔组织，使最终的用户能够安全的跨链和开发人员交互，建构跨链应用程序，例如像是代币桥原生跨链资产。跨链治理应用程序等等。Nomad 呢，凭借着跨链通信这些流行的概念，赢得了不少的风投机构青睐。不仅赢得像是 Coinbase、OpenSea、Polychain 这些知名的公司赞助，更是在今年的4月呢，获得以2.25亿美元估值，完成2200万美元种子轮的融资。随着 EVMOS 和 Moonbeam 的总价值上升。Nomad 在7月下旬也达到了锁仓量将近2亿美元的总价值。不过即使有这么多有名的风投机构赞助，这些呢也是无法为资安带来100%的安全保障。这次 Nomad 跨链桥被盗的资金呢，将近2亿美元，甚至就是到后来演变成 DeFi 史上最混乱的去中心化抢劫案。那这起事件呢，最一开始会被人注意到，是因为有一个名叫 Sprig 的 Twitter 用户，他在 Twitter 上发了一则贴文呢，就是他注意到有大量的代币从跨链协议 Nomad 上被转出到各个不同的地址。最一开始呢，是从100颗 WBTC 开始，接着就是 WETH、USDC 等等，而且这些代币转移的速度是相当的迅速。平均每分钟就大约有1000万美元被转出。那在这之后又有一名 Twitter 上的 KOL 在早上6点半左右的时间发推文表示 ，Nomad 正在遭受骇客攻击。他表示合约中仍有1.26亿美元可能存在风险，并且提醒用户尽快的撤回所有的资金。可惜的是Nomad 遭攻击之后的资金流出速度非常的快。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根据链上数据显示Nomad 的总锁仓价值已从攻击发生前一日的1.9亿美元大幅骤减，近乎是归零的状态。这名 KOL 在后续的贴文中也指出，这次的被盗事件最令人震惊的是，这次 Nomad 的攻击既不是闪电贷，也不是骇客团体做的。这起事故会延伸的原因，居然是在最初的攻击者袭击后，数百个不同的账户发现了骇客的攻击手段，并复制了一样的数据来获取 Nomad 中的资金。在事情传播开来后呢，就有一名研究员针对这件事情做出解释的回应。他表示，这是因为副本合约中发生了一项致命的缺陷，主因的发生呢是在程式码的第185行。这一行是要确认讯息中包含可确认的 root， 防止用户传递任意数据。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个过程中，为了要检查可确认的 root， 所以会使用 acceptable root 来检查 root 是否被证明，或者在当前时间之前呢已经被确认。问题就在于从合约中第261行那一段可以看到，只要 confirm at root 大于0即可。但由于在合约的初始状态下 ，confirm root 为0，使得0就是一个已被确认的值。因此呢 ，acceptable root 只要接收到一个0的值，就能通过验证。而骇客呢，正是利用合约中的这个漏洞，
找一笔有效交易，然后反复的发送创建好的交易数据，抽取跨链桥被锁定的资金，就可以轻松的将 Nomad 上的锁定资金盗走。而其他的人呢，也只要利用相同的手法，将这串代码复制，然后再更改成自己钱包的地址，就可以盗走相同数量的代币。这招攻击手段甚至就是一度外传，导致有不少的人趁火打劫，使得 Nomad 损失惨重。在事件发生之后EVMOS 的团队也在 Twitter 上表示，正在和 Nomad 的团队密切合作，而 Nomad 目前呢也已经暂停运行。因此，用户无法将他们的资金从 EVMOS 撤回到以太坊。不过幸运的是这次的事件也引起了部分的白帽骇客注意，他们表示已经救回了部分的资产，并且将于日后归还。那受到这次 Nomad 跨链桥被攻击的影响，Moonbeam 的代币 GLMR 在短时间内呢也下跌了将近10%。而 EVMOS 的代币 EVMOS 则上涨超过150%。会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呢，就在于 Moonbeam 暂时关闭了 EVM 的功能，以及 Nomad 作为 EVMOS 和以太坊生态的主要跨链桥，被盗的资金呢需要通过 EVMOS 作为出金的渠道，所以呢 EVMOS 的代币才会变相的上涨。总结呢，就是 Nomad 这次遭受到的攻击呢，将会对 EVMOS 还有 Moonbeam 区块链产生最大的负面影响，而且这个影响呢，也间接的影响到整个市场。再加上这次的事件，也会让用户们对于跨链桥会更加的怀疑，而且不放心。如果黑客们试图卖出这些代币，有可能也会再造成市场价格的下跌。不过还是在这边提醒一下各位用户们，虽然说科技进步带来了不少的便利性和发展，但是相对的，骇客的技术也在不断的更新，合约上的漏洞呢也可能会再次发生。那你也许会问，既然跨链桥那么不安全，那为什么我们还要使用它呢？通常我们会使用跨链桥有3个常见的原因，分别呢就是为了要追逐收益，逃避拥挤网络的高额费用，以及包装或解开原生的资产。一个好的跨链桥最明显的需求就是网络拥挤。虽然说以太坊本身已经是一个成功的区块链了，但是在网络拥堵最严重的时期在链上进行一次简单的交易就可能会收取300到500美元的 gas fee。那为了要满足这种对可负担区块空间的需求，就会有人开辟新的链。只要有存在这些高收益的机会对跨链工具的需求就会继续不断的增长。所以我们要去考虑的呢，就是这些跨链桥的建设和机制。而大家在投资之前呢，也还是要保持着谨慎的心态，并且要做好就是资金分散的分配，免得日后遇上这种不幸的事情。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喜欢的朋友们可以订阅面具人的频道，这样才不会错过每天最新的分享。那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